好，接下来我们会关心到是美国经济出事嘛？因为这是美国自己内部的经济学家做的事情。他说，2026年经济衰退几率高达40%。另一方面，这个是确实存在的是，今年统计到11月为止哦，117万员工被裁员，而且现在股市可能也会面临危机吗？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看是否拖垮美国的经济。好，今天先来看到我们来看到川普到现在上任已经1年的时间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是越来越高，现在来到了最高点。因为呢，来自于彭博的经济学家这边也做了一个分析，川普就职前，大家认为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是20%，没有想到真的在上任了之后，大家这个经济学家就预估了，这个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可能高达40%，穆迪更是认为明年经济衰退啊。到达了42%，而现在看到的为什么经济会衰退，有列出了3个原因，包括了现在担心的 AI 泡沫，还有年轻世代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找到工作，这些入门级的工作几乎都消失了，而且白领的职缺也越来越少，加速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而且美国的就业市场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叫做永久性的裁员时代。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在美国做裁员的时候，通常是一波一波的这种大量的裁员，但是现在变成说不像过去这种大规模的裁员是比较频繁，但是比较小规模的，一次可能裁员人数50人以下之类的。但是因为是这样一波一波而且频繁的，才会让中产阶级非常的不安。而且这边做了一个统计，光是前11个月，美国裁员人数竟然高达了117万人，这个年增幅啊暴增到54%。光是11月份裁掉了7.1万人，哪个行业受到影响最大呢？就是科技业，因为现在引入了 AI 的使用，所以科技业现在可以说是压力最大的。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当 AI 取代了白领，还有永久性的裁员变成美国的常态之后，中产阶级还敢消费吗？大使怎么看经济？对，现在中产阶级第一个消费能力减低了，因为美国通膨事实上的话，在很多特定的区域是相当的严重啊。那而且它这个通膨的这个品项也是都不一样。不过整体来讲的话，美国的通膨问题并没有说完全的解除啊。那不过就是说，很多经济这个学者的报告，其实美国今年的经济1到4月基本上它是一种所谓滚动式的下滑。那前4个月经济不好，可是呢，其他的数据显示，从4月底开始以后，一直到目前美国的经济基本上它是一个滚动式的在复苏。那当然，2026年是另外一个情况。可是呢，就是说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滚动式复苏的情况之下，从哪里看出来？主要是从金融市场，还有就是大公司它的获利跟股价这些反映出来，美国的经济事实上在复苏。可是问题呢，这种所谓的滚动的复苏并没有造成这个所谓的失业率的下降，反而造成失业率的提升。那这个就必须就是说有一点不太符合逻辑了。逻辑应该你经济好像在复苏，你这个就业人口应该往上增，反而不增反降。所以呢，这就变成就是说，很多人就讲说，这可能是美国一个经济在结构性的在调整。那事实上，这个财富还有工作的性质也跟着在调整。那大家想到很自然就说，那这跟 AI 一定有关。那事实上的话，有个统计数字比较精确的，事实上的话，美国从2023年，如果说被裁掉的人员里面有7万个职务被很明确的可以证明，它是因为 AI 的这个被使用而造成这个职务被裁掉，大概7万人。可是这里面有117万人丢掉了工作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可能造成这个丢掉工作最大原因是 AI，可是呢还是有其他整个结构性的原因。那所以就变成这个是一个蛮复杂的。那这个117万被裁掉的人里面，那个产业别来说，最高这个行业就是科技业。中间有大概差不多17有15万人都是属于科技业的人。那可是别的行业是不是有被裁呢？也有，电信业、食品业、零售业、非营利组织、媒体都是裁员蛮多的。
那现在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变成一种永久性的裁员时代啊，这个是让很多白领阶级相当感到压力的。对，因为过去这个公司裁员都是一次很大规模的，一次裁掉6000、8000，像 Estee Lauder 最近有全世界裁掉6000人啊。他说这种模式现在渐渐没有了，就是大的公司它基本上是滚动式的在裁员，它也不宣布，它可能就在调整。一次50个人、60个人，可是这个随时在进行当中，它不是一种大规模的裁员，所以这个是一种新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反而增加了，尤其白领阶级他在工作上对于有可能失去工作的那样子的一种心理压力，那这个可能也变成是一种常态。不过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说，那结构性就是说，在这个永久性裁员里面这里面比例来讲，中小企业远高于大企业，也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产业结构里面，大企业还是能够稳定获利，它在这个雇佣员工，中小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除了 AI 的因素，还有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当然了，虽然美国这个整体来说的话是滚动式复苏，不过美国的经济要跟之前比是越来越糟糕，是越来越糟糕情况之下呢，它这个不可能会增加很多新的就业员额。那明年的话，又是预计是有41%是几率认为是衰退。那美国明年的失业人数可能会增加。那在美国的这个一向是世界经济火车头之一因为全世界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整个的 GDP 里面有34兆，34%美国所创造的。所以美国如果感冒的话，全世界的经济那一定会打喷嚏。好，这个是刚刚特别我们 focus 关注在美国的就业市场的部分。那刚刚也说嘛，因为 AI 的兴起，这当中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科技业。但是这些科技巨头呢，现在为了获利却是不择手段。我们来看到路透社的最新踢爆是美国的脸书的母公司 Meta，为了维持它庞大的广告收入，对大陆来源的这个诈骗、非法赌博广告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边做了一个数据的统计 ，Meta 去年光是来自诈骗、非法赌博、色情等等违规内容的广告收入超过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竟然高达了900多亿元怎么看，干哥？我这件事情是我最痛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Meta 作为社群平台的领头羊然后祖克伯他竟然是这样子的态度，你知道他们本来内部他们自己那个 FB 现在叫 Meta，他们里面的那个什么，就是他们的那个有一个机制可以去干嘛？可以把那种有严重诈骗的那种倾向的那个东西给抓出来，还有赌博、色情等等像这样子的广告，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机制，但是他们也要花钱去维持这样的团队那所以说，其实老实讲，他就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说，我们既然是这个媒体嘛，那我们就应该要获利嘛。那乐听人应该有自己去辨别广告的这个能力在里面，而不是说要我们来先帮他当守门员。可是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在自由市场里面的一般的电视广告那是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这个不管是欧洲或者亚洲的国家，甚至美国其实它的电视的审阅机制都一定要先排除像这一类的色情或者是赌博广告嘛，对不对？可是 Meta 根本就是全部都照收，完全都照收。那所以说，你知道他去年他既然在诈骗广告里面，他收了30亿美金的高额利润，但是大家要晓得，这中间有潜藏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来自中国的广告现在是 Meta 最大的收入，它一年有180亿，其中有30亿，大约20%是这样子的诈骗广告。那如果你今天要去防堵这些广告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你公司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团队。你知道他们的团队在去年发现他们的这个防火墙的机制做得很好，他们已经非常的，就是说降低了差不多有1半以上的这种色情广告或诈骗广告。可是突然祖克伯发了一个命令说，因为我们的诚信策略，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暂停
对于中国广告的稽查。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听不懂啊，这就有点饶舌。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了防止来自中国的广告数量下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诚信策略暂时不对他们做太严苛的检验。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广告再度死灰复燃。大家要知道，受害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在美国的华人，在美国的华人的市场有多大？大家去想一想。所以这在全球都造成影响。我认为这个就是什么？社群平台他们在获利之后，完全都忘记了他们的初衷。这也是所有的像，不管是 Meta 啊、Google 啊、YouTube 啊这些软体啊，在很多国家都受到厌恶、受到排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只顾着获利，而没有想到他们对于人类社会所应该负的最起码的责任。这个责任其实是你自己企业主要负担的。所以我觉得像祖克伯这样子的企业家，你只知道获利，眼前，但是将来呢，总有一天你的亲人也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要改弦易辙。我是觉得说像这种，它是一种很巨大的托拉斯，它会越来越大，像一个怪兽一样。可是，一般的人民、一般的老百姓，要能够分辨什么是诈骗，什么是对你有害的广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媒体守门人应该要负起这方面相关的责任，那也是他企业的责任。对，针对目前 Meta 的这个行为，被形容是这些大型科技业是否已经造成所谓的资本主义变形，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科技业有问题之外，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投行也非常的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是非常的紧张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出来示警了。明年最大的风险将是股市崩盘，直接引爆的经济衰退。特别呢，华尔街投行提到了支撑美国目前消费的250万名的超额退休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赚了非常多的钱之后狂消费，现在华尔街投行就是担心说，一旦股市崩盘的话，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大笔的做消费，将会重挫美国经济吗？上志哥怎么看？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股市，在今年年初开始，其实都被形容说很多黑天鹅的蛋，好多蛋，有大蛋有小蛋，就看哪个先孵出来哦。所以刚刚讲到底是经济衰退呢，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呢，还有包括现在 AI 是不是太集中了呢？好，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确定第三季的美股的部分是极震荡的，而且这震荡是创纪录的。为什么震荡？因为就是美股里头有好多的巨人。多的巨人跟空的巨人，大家真的是杀得死去活来哈，所以我们都知道，但核心为什么？核心还是因为忧虑。如果说一片荣景的话，空头没有机会的，所以这个忧虑很深。就刚刚提到的这些，包括 AI 非常集中哈，而且现在要知道还有 ETF 加被普遍的运用，就使得这个盘跟大家动手，互相多空杀对方的武器很强。台北股市现在也是受到 ETF 很大的影响啊。好，话虽如此呢，但我们不得不说，虽然大家有很多在外面看衰，或者是觉得美国股市危险，各位还是要了解一件事情是。各位，美国华尔街股市可不是一般啊，它不是只有美国的资金，它有全世界，有穆斯林的资金，有欧洲所有有钱的资金，包括甚至中国的资金，所以全球的资金都在华尔街股市，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倒的。所以这个震荡的过程里头，其实再怎么看衰 AI， 就像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AI 就撤资了，很多大巨人不投资了哈，也都知道。然后但是呢，你说他们不投资去投资什么？其实就换手。科技类股还是很强，单我们讲11月哈，这前后，巴菲特就买了谁？买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大增值，他把苹果卖掉很多，所以换手。不止巴菲特索罗斯也花了好多钱进来，而且还有抄底大王，是我还蛮喜欢的那个叫 David Tepper， 我想他每次很会抄底，他就抄英特尔，所以英特尔股价就都回来。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大环境结构没有错，股市、汇市股市、美股、美债跟汇市。但美股现在在震动，美债现在有很多的疑虑。但是我们讲美国的汇市这点，美元现在基本上美国包括联准会的部分在降
降息各方面还是拿捏得很稳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美国汇市有动荡的情之下的话，连带美股跟美汇，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关注 FED 的原因在此。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哦，过去美国汇市只有美元，但是因为现在虚拟币开始跟美元整合在一起，里头稳定币等等，所以让整个美国的坦白讲，它的这个货币的扩散性从实体到虚拟扩大了这个基础层面。它当然也动荡更大，但某方面它也可能有更多的支撑。除了美元在吸全世界的所有货币的这个汇差之外，也透过稳定币在吸全世界的虚拟的汇差。所以美国当然有很多的风险，但千万不要小看美国华尔街拥有全世界资本的实力。好，谢谢尚志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检